大家好，我是强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前世新闻，仅供娱乐。朋友们，好消息！将近昨天半夜睡不着刷 YouTube， 发现有不少人听说在朝鲜有免费住房、免费医疗还有免费教育，都非常羡慕并向往我们的生活。将军突发奇想，准备开启一个朝鲜庄园计划，在全球招募100个志愿者到朝鲜来沐浴将军的恩情。思密达。首先，想要免费住房的朋友们有福了。将军前段时间刚刚亲自演奏了一整军官的80层高楼，现在还剩下最顶楼的7层分不出去，现在都给你们了。但是要提醒一点，那之前一定要锻炼好自己的腿部力量，防止抽筋。因为天气是不是会停电，一天只开1-2个小时，好处是多爬楼梯可以保持苗条身材。肯定有人想住底层，但是早就被关系户住满了。如果你要是觉得不平等，那我只能告诉你，在朝鲜人咱平等，但总是有人比你更平等。思密达。还有我们朝鲜的免费医疗也很受欢迎，但同样要提醒大家，来之前请多备点绷带、麻醉药，还有其他药品。我们的医疗的确是免费，首先挂号是免费的，然后其他的虽然也不要钱，但是都没有。所以想体验在朝鲜做手术的话，一定要自备麻醉药，因为不打麻醉做手术会很痛。你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看宣传里的什么都有，还有直升机切身的？不好意思，那我只能告诉你，在朝鲜人人平等，但总是有人比你更平等。思密达。最后一项是免费教育，同样要提醒的是，想带小孩子来体验的，请全家都保持长远统筹。因为一到开学季，每家都要为国家抢救自己的废料，届时会有公厕抢分大战，抢不过的就要自己储备好废料抢救。有些人会觉得很离谱，当然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可以多看 Zero 君的影片，里面都会有介绍。思密达。好了，感兴趣想报名的亲自拍一段恩情弹跳影片联系我们，审核通过后请到达我们指定的地点等待，我们将派出特工将你绑回朝鲜。请放心，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一定会让你活着到达平安，享受将军的恩情。思密达。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无者若不灵，杀之。商君书中总结出的这寥寥几字，可以说是道尽了中国古代帝王们自秦以来最邪恶也是最有效的专制统治手段。其邪恶程度，放眼整个世界历史，也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商君书中的育民术最主要宗旨，无非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达到弱民强国的目的，因为专制者们认为这样才能达到稳固统治。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许多独裁国家看到这些育民思想的体现。只不过，在如今现代化的社会，信息的自由流通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这种愚民政策的实施。但是，作为这个地球上最集权独裁的国家，北韩、金家的统治者们依然在运行着他们的育民制度，使整个国家处于一个恐怖严肃的铁幕下，以此来达到金家稳固的统治。众所周知，北韩是目前世界上最封闭且神秘的国家之一。自从北韩对外国游客开放后，许多对北韩充满好奇的人都想来到这里一窥其神秘面纱的背后。但由于北韩当局的种种限制，游客们只被允许在平壤这种光鲜亮丽大城市的大街上逛逛，而且外国游客们并不能深入地与北韩普通民众进行交流，因为这是被北韩政府严令禁止的。擅自与外国游客交流可能会给北韩平民带来牢狱之灾。正因为如此，来到北韩的好奇者们也只能像逛动物园一样远远地看一看这个依旧陌生的神秘国度。正因为外界只能远远地观望，所以就容易被北韩的表象所迷惑，甚至有人非常向往北韩那种看似人人平等的社会。那么，在现代世界信息发达的今天，三胖和他的家族是怎么能建立起他们行之有效的独裁统治体系的呢？
北韩的独裁体制又是如何在经历数次大饥荒后，依然能完美运行而不崩塌？金家王朝的育民之术又是什么？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揭开北韩的独裁体制运行背后的秘密。北韩전신制度。对北韩完全不了解的人，会被平壤街头着装风格单调统一的行人和他们出行时使用简单的交通工具的影像欺骗，误认为北韩真的是一个人民生活简单幸福、人人平等的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国家人们那种物质追求的牵绊。但是只要稍微对北韩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赞同。事实是，北韩社会有着其等级森严的独特种姓制度。依据这套制度，许多从北韩流出的影片中，那些能在平壤居住的人已经是北韩人中的佼佼者了。他们处于北韩社会等级的较高层，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北韩人。有的人一出生就注定了在最底层，每一个等级中都会有秘密监视人员。如果你表现出思想上任何的动摇，你就会跌落到最底层。虽然北韩当局一直对外宣传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并否认基于家庭出身的任何形式的歧视，但是就像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所描述的，在北韩，所有人一律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那么，北韩的种姓制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在北韩，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无疑是超越一切的最高阶级，他们喜欢让民众称呼自己为太阳。目前，北韩已经有3颗太阳：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金家的政权将由金3胖传给4胖、5胖乃至万胖，如此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为了维持自己的太阳地位不受动摇，北韩的第一个太阳金日成就活学活用昔日朝鲜王朝的阶级制度，以人的出身成分将北韩全体国民分为核心阶层、动摇阶层和敌对阶层3大阶级，一共高达51种不同类别。尽管北韩对外并不承认这种阶级制度的存在，但从众多脱北者的口中可以得知，北韩的阶级制度仍然是金氏政权行之有效的控制社会的方法。在北韩，有资格进入核心阶层的，唯有对统治者金正恩表达绝对忠诚，且努力维持体制运作的忠诚者们，他们享有社会福利。这样的人包含公务人员、朝鲜人民军、教师、爱国烈士遗族等等，约占北韩总人口的10%至15%。他们多居住在平壤，并能接受相对较好的教育，如有机会就读北韩第一学府金日成大学等。而毕业后，他们也往往能平步青云地获得令人称羡的工作，再加上党的庇护，大多能顺利成为北韩社会中的既得利益者。理所当然的，这些忠诚者的后代也托爸妈的福，与生俱来有着成为忠诚者阶级的条件。但即使贵为忠诚者阶层，为了维护自身的成分，仍必须随时谨言慎行，尽可能地避免做出违背最高太阳的利益之事，因为只要一个不小心，还是有可能在统治者的一声令下，全家直接被打入社会谷底的敌对者阶层。这一规则同样适用于金家内部。金正恩的弟弟金正男和其姑父张承泽的下场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在北韩，大多数人处于动摇阶层，这个阶层位于忠诚者与敌对者之间的地带，其范围包括知识阶层劳动者、手工业者、临时工、店员、小中自耕农等广大的一般劳动者与老百姓，一些死囚犯的家属也都属于这一阶层。这类被归为动摇者的人约占北韩总人口的1半以上。他们平凡过日子，尽管没有机会念大学，甚至也鲜有机会习得一技之长，寻找较好的工作，但只要够幸运，例如在报效国家服兵役期间立下大功，亦或受到上层格外关照，也能够一步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但由于他们天生的成分不够好，若想要登上忠诚者阶层的话，多得花上至少数十年的时间与极大心力，为忠诚者们鞠躬尽瘁、逢迎拍马、身先士卒、死而后已，才有极其细微的可能性，在高层的特别关照之下，让自己或家人享有所谓的社会福利。
人民班到这里，很多人会好奇，北韩当局是如何来确保动摇者们安分守己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不会乱窜到其他核心阶层所在的地方。其实，金氏政权为了统治国内众多人民，在每个社区均细分出数个人民班小队，并常指派个性好管闲事的中年妇女担任小队长。每个小队需负责监视底下约30到40户人家，而小队长们平日的正职就是要随时注意他辖内是否有人偷偷在做坏事，亦或其言行举止有破坏、背叛国家之嫌。而小队长若成功举报了许多不良分子，就有机会因功在党国，一举跃升忠诚者阶级。相反，小队长们若是玩忽职守，出了像脱北这种恶劣事件，统治者第一时间问罪的也多是这些小队长，他们极有可能因此被发配北疆，从此再无翻身机会。所以，人民班的小队长会对班内的人员进行严密监控，他们时常会在深夜协同当地警察突袭检查各户人家，确保没有人窝藏可疑人士。也为北韩法律规定，任何人若未通知当局的话，擅自到朋友或亲戚家留宿均是犯法的。而入户的小队长为了确保人民思想纯正，也会检查政府安装在每一户家内的收音机是否转到非国家广播电台的频道。若再仔细点的话，小队长还会检查每户人家的北韩自制手机，看看里头有没有收藏来自美帝走狗等外部世界的靡靡之音或照片。特别是近些年来，北韩民众手机普及率在提高。据某些脱北者称，北韩当地甚至流传着小队长连每户人家内有几副筷子、几只汤匙都知道。同时，小队长在人民班中也鼓励相互举报，例如若有人觉得某户人家怎么最近经常吃肉、白米饭，就可以直接检举他们疑似有不法所得。最要不得的是，在严格禁止男女婚前性行为的北韩，万一有人胆敢逾矩，或婚后疑似发生婚外情、私通之事，人民班的小队长一定得把此大逆不道的行为查个水落石出，甚至直接扯着这对不伦男女的头发，拖到村民批斗大会上，公开羞辱与拷问他们。位居北韩社会最底层的，就是所谓的敌对者阶级。这些人除了政治犯与其家属、脱北者家属外，过去家族若被指为资本大地主，后人同样受到连累，因为他们自一出生就不正确。此外，凡是信奉异端者，如基督徒、天主教徒、佛教徒，甚至哲学家，也都被视为敌对者阶级。北韩的敌对者阶级约占总人口的35%至40%，他们一般都被高层放逐到天寒地冻、生活环境极差的北部山区，日常生活以劳改营中的集体农场或工厂为中心。更悲惨的是，敌对者永远改变不了自己的阶层，也没有改善生活现状的机会，只盼能图一口饭吃，过一天算一天，社会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在北韩社会，想要上升阶级很难，几乎不可能。由于北韩实施连坐制度，一个人的阶级成分会代代世袭下去，也就是说，一个家庭的阶级成分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在家属成员中，如果出现共和国英雄，就能提升全家人的阶级成分。举例来说，曾经在北韩的宣传中，一名有幸在军中服役的复杂阶层，由于在手榴弹爆炸时挺身而出，死死抱住金日成肖像画，让其免遭破坏，而成为共和国英雄后，劳动党提升其阶级成分，并给予入党和进入大学读书的机会，其家属也是如此。尽管如此，在北韩提升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然，要想下降阶级却很容易，只要站在大街上喊一句“打倒金正恩”，那你马上就会被抓走。如果不被处决，那也会很快就从居住在平壤的核心阶层被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劳改营包吃包住，成为永不可翻身的敌对阶层。如果你想从平壤以外的地方偷窜到平壤，然后假装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那你就太天真了。其他地方的人是不被允许进入平壤的，除非你有平壤的核心阶层给的邀请，你要从自己的所在地递交申请，通过贿赂后得到通行证，才能坐上前往平壤的火车。到达平壤后还要对你验明身份，否则就会被遣返。
即使侥幸来到平壤，无处不在的盘查人员也会突然跳出来查看你的身份。总之，你很难在那待下去。棕色的边境，在北韩，普通民众不能因私出国。根据北韩护照签发的相关规定，护照分为3类，分别是外交护照、公务护照以及公务普通护照。而且，持照人的护照在使用后必须交还给护照办公室。当下一次出国旅行时，护照办公室再次将护照交给持照人。公务普通护照的持有者一般是出国交流的中等级别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因公出国人员，也可以是出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的文化演艺人员，参加体育比赛的运动员，还可以是输出到外国的劳务人员。为了给金家获得外汇，北韩平均每年有10几万的劳务人员在国外。随着近几年金家对外汇需求的增长，派出的劳务也越来越多。他们主要分布在俄罗斯、中国、蒙古、海湾国家、北非国家等53个国家，主要从事建筑业、信息业、餐饮业、农业等。所以在国外，经常会有关于北韩外派劳工整体脱北的新闻传出。那么，在北韩国内，普通民众如果要出国，那就得自己逃离。在国际上，私自逃离北韩的民众被称为脱北者。逃跑往往需要冒巨大的风险，但由于朝鲜人的权利不断的受到侵犯，加上饥饿、疲惫以及对自我生命和所爱之人的担忧，每年都会有将近1000多名朝鲜人试图踏上逃亡的旅程。大多数脱北者都要等到冬天鸭绿江雨徒们江面结冰的时候穿越江面，但近年来鸭绿江的水流变得越来越弱，在边境他们也必须避开边防警卫，以躲避巡逻搜寻脱北者的中国士兵，然后途径中国和老挝，最后抵达泰国。在泰国，脱北者们可以毫无顾虑地向当地的韩国大使馆申请庇护。在经过长时间的检查和审讯之后，被排除间谍嫌疑的脱北者们会被授予韩国国籍，此后他们才能迎来自由的新生活。经济自由流动的信息。北韩并没有像中国大陆那么完善的网络封锁长城，因为在北韩，真正能连上国际网络的人并不多，可以使用真正互联网的朝鲜人可谓是凤毛麟角，全国上下也就几百人。在北韩，人们只有经过特别许可才能访问互联网。北韩的互联网主要由政府部门和在朝外国人使用。北韩拥有一系列宽频基础设施，例如各机构之间的光纤网络。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机构所使用的网络是国内唯一的免费内联网，这个网络被称为光明网。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国际互联网的访问权限，估计只有三胖一家人才能不受限制的自由访问国际英特网。走在北韩的街头，你也会发现有不少人在使用智能手机。在2013年左右，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北韩号称生产出第一款智能手机阿里郎，但与正常国家的智能手机不同，阿里郎手机是一款被阉割功能的手机，拥有阿里郎手机的功能仅限于被用作拨打国内电话、摄影。此外，它也可从高丽电信的网络中下载如游戏、英语学习软件等应用程序，但不能连接到网际网络。更有报道称，型号 AS1201 的阿里郎手机从包装盒上的字样与本体外观而言，这款电话其实是由中国优思通信的手机优思 U1201 改装而成。北韩统治者这一系列封锁网络的行为，无非就是防止民众接收外界的信息，因为他们害怕自由信息的流动给自己的政权带来的动摇。不过近年来，北韩长期进网锁国的努力似乎开始褪色。智能手机从中国走私入境，生活在中朝边境的北韩民众可以收到来自中国的电信讯号，从而有机会打国际长途。改装过的电视也可以收到外界世界的节目。无处不在的信号。北韩人从小就被教导要崇拜金氏家族并为国家而战，教育系统完全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设计的。北韩学校的课程安排60%是献给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三代独裁统治的。每周有2天的洗脑课程，周末每个学生还要做自我批评。
而学习科学知识仅仅只是北韩教育体制的一个方面。北韩教育体制更注重组织生活，每个儿童9岁即加入组织生活，他们与同学一起接受训练，学习洗脑宣传的内容，对伟大领袖的鼓吹宣传无处不在，渗透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电视节目、剧院、漫画书以及街道上的海报等。每位北韩人被要求每个月必须参观金日成和金正日纪念碑数次，强制每家每户装裱上他们敬爱的领导人照片，并要求他们每天对照片进行擦拭和清洁，不能落一丝灰尘。北韩的2500万人民受到严密控制，因此大多数人对世界大事或外界对他们国家的看法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他们还被教导其领导者是一个有独特天赋和成就的神圣领袖，值得他们终身效忠。在北韩的教科书中，领袖们被描述成拥有遁地术，并且能用一颗小石子射向美国卫星的神人。在北韩，男性还被强制要求服至少10年的兵役，在此期间他们几乎没有假期。北韩人被灌输的思想是憎恨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和韩国被视为主要敌人，这有助于建立一种爱国主义精神，并确保被朝鲜公民视为保护者的金氏家族获得永恒的感情支持。北韩独裁统治之所以能够运作，不单是因为与外面世界的隔离，也因为每个北韩人从儿时起就接受的教育。他们的意识几乎陷于瘫痪，与正常人不同，他们没有任何创造力与好奇心去了解新事物。目前，北韩人就像机器人一样，如果政府按一个按钮，人们就会服从听命。在北韩，如果洗脑教育对你还是没用的话，那么等待你的就是监禁与处决了。尽管北韩官方不予以承认，但该国被证实存在许多劳改集中营，其中大约有6个集中营是专门用来关押政治犯的。国家政治安全部门在驾川管理第14号集中营，第15号集中营在耀德，第16号集中营在化城，第22号集中营在会宁，第25号集中营在清津。北仓第18号集中营由人民安全委员会管理，集中营里面的囚犯未经审判就被判刑的案例时有发生。在集中营里，囚犯被殴打、挨饿，并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司空见惯。第18号集中营按照连坐制度关押罪犯的亲属。在朝鲜，一个人会为自己没有犯下的罪行遭受惩罚，连坐对象代指罪犯的亲属，涉及3代都将被强制监禁。由于父母因祖父母被犯下的罪行而被监禁，而所谓的犯罪者可能只是因为观看了一部走私进来的韩剧，或者听了一首南韩的流行歌曲。根据之前的一份人权报告，在过去10年中，至少有7人因观看或传播来自韩国的流行音乐视频而被公开处决。这些被监禁者的子女们会在集中营里出生和长大，但他们往往并不知道各种原因。对于那些希望脱北逃到韩国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威胁，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由自己的家人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北韩的外交官叛逃问题非常严重。自90年代中期北韩发生大饥荒以后，许多北韩驻外的外交工作人员叛逃。北韩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规定外交官出国时不能携带家眷，所有其他家庭成员必须留在朝鲜。其实本质上是将外交官的家属作为人质。北韩的最高级别脱北者，主体思想的缔造者黄长业，其在脱北到南边后，他包括幼小的孙辈在内的所有家人就被全部投入劳改营，生死未卜。而北韩对叛逃出国的普通脱北者更加残忍，脱北者被逮捕后，往往采取在边境上直接射杀处决的方式，来威慑其他想要逃跑的北韩民众。之前在中国靠近朝鲜边界的地区就有传闻称，中国一侧的朝鲜族村经常接收一些从朝鲜逃出来的女人做老婆。当中国警察来搜查这些脱北者的时候，他们都帮助他们躲在地窖或者山里。据说这些被中方搜查到的脱北者被遣返回朝鲜后，朝鲜负责接收人员直接就在边境上用铁丝穿过脱北者的肩膀，穿成一串带回去，场面极其残酷。总之，
北韩就是这么一个在外界看来极其封闭与恐怖的国家。金家的统治者们通过一系列的愚民政策与残忍的处决来控制民众，其育民之术与商君书中所描述的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如果当一个北韩普通人最后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了解到了这一切，想要改变现状的话，那么他唯一的出路就是逃离北韩，成为脱北者。但在这种非人体制的社会中生存久了的人，在来到完全不同于北韩社会的陌生环境时，他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巨大的。有很多脱北成功的人，在到了南韩或者其他国家后，因为无法适应环境而非常痛苦，甚至有人选择了自杀结束生命。所以，那些对北韩抱有美好幻想的人，在了解了北韩体制的运行机制后，应该要知道，财富不平等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的，而出生的不平等则会是你倾尽一生也无法改变的。샤냐적건도 배한 보통 맺는 성호 진등의 지혜로 당한 광칸 배한 젠션 재미시대 인편 스니다.